才少女上学的第一天，就让老师惊掉了下巴。当同龄孩子只会算1+1等于2时，数学老师想为难他一下。What is 9 plus 8? 17. Well, what is 57 plus 135? 192. 眼看加法根本难不住他，老师故意改为乘法。Can you tell me what 57 multiplied by 135 is?见玛丽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老师终于得意地笑了。殊不知，玛丽已经把平方根都算出来了。 7,695.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于是，老师慌张地拿起计算器。 The square root is 87.7. And change. 屏幕上的数字让他彻底傻眼，而恰巧此时校长走进了教室，却没想到此时玛丽竟举起手来。Yes, Mary. She's the boss. Mrs. Davis is our principal. 谁知玛丽竟指着校长的鼻子，让他给自己的家长打电话接他回家。很快，玛丽的舅舅弗兰克便匆匆赶来，邦尼立马追了上去。他告诉弗兰克，玛丽是个数学天才，应该重点培养一下。可谁知弗兰克却不以为然，甚至轻描淡写的回应，玛丽不过是偶然学会了一套名为特拉亨伯格的速算法而已，并且这个方法自己像玛丽这么大的时候也已经完全掌握。这再次让邦尼震惊不已。为了弄清这个算法，邦尼立马查阅了资料，可他并不相信年仅7岁的孩子就能轻易掌握这么复杂的算法。直到第二天随堂测验，老师刚发完试卷，玛丽就已经答完了全部的题目。但这次邦尼却早有准备，他随即又递给玛丽一张满是平方根与三角函数的卷子。但出乎意料的是，玛丽再次以惊人的速度答完了整张试卷。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邦尼在网上搜索了关于玛丽的一切，这一查又差点惊掉了他的下巴。原来玛丽的母亲竟是那位享誉全球的数学家戴安·阿德勒。但离奇的是，戴安早在6年前研究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期间自杀身亡，玛丽从此便交由舅舅抚养。这样看来，玛丽着实是个令人心疼的孩子，不仅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甚至就连亲生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但好在舅舅弥补了他缺失的父爱，为了让玛丽拥有平凡而快乐的童年，舅舅甚至直接忽略了玛丽的天才属性。在玛丽钻研微积分时，他偏偏带玛丽出去放松。在老师再三提醒要好好培养玛丽时，他又完全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姐姐，也就是玛丽的母亲，她的一生过得究竟有多么辛苦。他不希望玛丽重蹈他母亲的覆辙。 Diane was so socially awkward, she didn't date enough to know a good guy from a bad guy. This particular guy didn't last a month. 他更不愿玛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数学上，而失去了应有的生活。直到这天清晨，玛丽的同班同学端着一份精致的作业走上校车，不料却被他人故意绊倒。Look out! Look out! Your little animals are escaping! Dumbass! You should not be laughing! You did a mean thing to a little kid!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充满正义感的玛丽竟直接用书砸破了对方的头。很快，弗兰克再次被请到学校，校长严肃告知玛丽的行为足以被开除，但鉴于她卓越的数学天赋，学校愿无偿推荐她进入一所天才学校，并提供全额的奖学金。其实这对眼下生活窘迫的弗兰克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但他却果断拒绝了校长的提议，依然坚持让玛丽像个普通孩子一样生活。This family has a history with those schools. And I think the last thing that little girl needs is reinforcement that she's different. 最后，在舅舅的据理力争下，玛丽还是回到了班级。 Hitting people is wrong, even if they're bad. 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开始。这天放学后，一位优雅端庄的女人突然出现在玛丽的家门口，她正是玛丽的外婆弗兰克的母亲伊芙琳。她出手阔绰，一见面就送给7岁的外孙女一台顶配的笔记本电脑，但电脑之中却暗藏玄机。 Mary, I understand you like mathematics. So, on there, you'll find a great out-of-print book by Charles Zimmer called Transitions in Advanced Algebra. 但外婆却没想到，玛丽其实早已读完那本书，甚至已经开始转向研究微积分了，这让她暗自欣喜。其实玛丽的一家都是天才，外婆也曾是出色的数学家，可自从发现女儿戴安惊世骇俗的数学天赋后，她便倾尽所有期望于戴安的身上，只是为了研究自己梦寐以求的课题，却没想到竟将女儿逼上了绝路。而弗兰克也曾是大学的哲学教授，自从姐姐出事后，他便毅然辞去了体面的工作，转身朝
成为了一名默默无闻的船舶修理工。然而面对玛丽这般天赋，他也只愿她能平安喜乐，度过平凡的一生。但外婆显然不愿放弃，她此行的目的明确，就是想夺回玛丽的抚养权，然后全身心地培养她，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术研究，攻克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弗兰克当然不会妥协，于是外婆离开前甚至还警告弗兰克，他将不惜诉诸法律夺回玛丽。这让一向顺其自然的弗兰克突然感到了万般焦虑。他不知自己这样私自决定玛丽的人生究竟是对还是错，但姐姐离去的阴影却始终笼罩着他。比起功成名就，他更希望玛丽能够平安顺遂。然而为了不让外婆夺走玛丽，弗兰克倾尽所有，聘请了一名黑人律师。医生很快到来，却没想到对方律师竟当庭指控弗兰克非法夺走抚养权，这令弗兰克哭笑不得。所幸他的律师据理力争，澄清了抚养事实。 My client took an infant under his wing for one reason only. It was his sister's desire that he do so. 见此证无效，对方又以弗兰克无法给玛丽提供优渥的学习条件为由，要求弗兰克交还抚养权。 And Your Honor, as far as the living conditions, I've been in this home. It's fine. 由于事实有待调查，而法院也希望双方能够接受庭外调解，于是一审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为了缓解焦虑，弗兰克当晚来到酒吧买醉，却没想到竟在那里偶遇了老师邦尼。邦尼对此感到十分抱歉，因为他未曾料到玛丽的外婆竟会如此强势，否则他也不会让校长将玛丽是天才的消息通知给他的外婆。但弗兰克却并无责怪之意。昏暗的灯光下，气氛也逐渐变得暧昧。直到第二天一早，玛丽从邻居阿姨家回来取东西，竟迎面撞见了自己的老师。她像个小大人似的，竟朝着邦尼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这让邦尼瞬间无比羞愧。他匆忙换好衣服，立刻打车离去，而弗兰克也束手无策，只能尴尬地走回屋内，忍不住责备起玛丽，因为他们早就约定好，周末的时间玛丽应当好好待在邻居阿姨家，这样弗兰克才能拥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 Do we have a rule about Saturday morning? What? Are you allowed in this apartment this early on Saturday morning, yes or no? No. Are you allowed to... Hey, stop. Enough with the Legos. Are you allowed to use Roberta's keys? No. So, hey, look at me. Then why are you here? Huh? Can you answer me that? You broke every rule. 可看着玛丽伤心地跑了出去，弗兰克意识到自己的话着实有些过分了。对于一个7岁又从未体会过父爱的女孩子来讲，这一切本不该由她独自承受。 Sorry. You really have no life because of me? Let's forget it, okay? 听到玛丽这样说，弗兰克感到万分愧疚。但与此同时，弗兰克收到了法院的来信，他被要求将玛丽送到外婆家暂住几天。纵然他有万般的不舍，却还是必须执行。玛丽很快便来到了波士顿的外婆家，那里豪华舒适，甚至客厅里还摆着一架她梦寐以求的3角钢琴。当晚，他与外婆一起翻阅了好多老照片，渐渐的，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意悄然流入玛丽的心里。只是他还不曾察觉，外婆的心思远没有表面那样纯粹。果然，第二天，外婆带着玛丽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望着墙上那些闪耀的成就与荣耀，玛丽不禁肃然起敬。 Maybe I'll have my picture up here someday. If you really desire it, you can have your picture there, darling. I can help you. 紧接着，外婆带她走进一间阶梯教室。原来，她早已联系好这里的数学教授，特意为玛丽准备了一道数学题。但这一次，玛丽却站在黑板前，久久没有动笔。眼见着教授露出得意的神色，外婆气愤地将玛丽带出了教室。谁知在路上，玛丽竟轻声说出了事实。What? Well, for starters, you forgot the negative sign on the exponent. It went downhill from there. 外婆立刻带她折返回教室，只见玛丽在指数前加了一个负号，随后便行云流水般解出了那道困扰麻省理工多年的数学难题。玛丽惊人的天赋再次坚定了外婆想要夺回抚养权的决心。几天后，玛丽回到舅舅的身边，她虽然很喜欢外婆豪华的家，但却表示不想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I like Evelyn. She looks like my mom. And she has a piano. But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 her. She's bossy. 弗兰克也发誓绝不会轻易放走玛丽。
很快，二审如期而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外婆这次竟找来了玛丽的生父。他堂而皇之地表示自愿将抚养权交给外婆。千钧一发之际，黑人律师挺身而出，拿出了决定性的证据。他当庭让玛丽的生父搜索自己女儿的名字，但可悲的是，他压根儿不知道女儿叫什么。这无疑证实了这一切都是伊芙琳用金钱操纵的真相。好在法官还算公平，他并没有移交玛丽的抚养权，而是宣判等待再次开庭。然而，得知一切的玛丽竟一时间伤心不已，她的世界仿佛骤然坍塌。亲生父亲7年来不愿相见，就连自己的名字都无从记起，这给玛丽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大的创伤。为了帮她寻回内心缺失的一角，弗兰克和邻居大姐默默相伴，带着玛丽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就是妇产科的门前。起初，玛丽并不明白此行的意义，直到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的那一瞬，她才仿佛看见了生命来处的光亮，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答案。It's a boy. That's exactly how it was when you were born. This happy? This happy. 看着眼前的大家庭为新生命的诞生而感到欣喜，玛丽不禁忍不住跑过去一起庆祝。很快，法院第3次开庭。这一次，外婆没有动用财力，只是只身前来，掷地有声地陈述着玛丽身为天才不应该被埋没的种种理由。她的逻辑看似无懈可击，现场也再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紧接着，弗兰克也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认为，无论玛丽是天才还是普通人，他人生的道路都应该由他自己来选择，而这就是他与外婆最本质的区别。然而，庭审过后，黑人律师竟严肃地提醒弗兰克，伊芙琳很可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一定会花大量的资金来买通法官，赢得这场官司。却殊不知，此时的黑人律师已经被伊芙琳收买。他假惺惺地劝告弗兰克，以他目前的状况，确实难以为玛丽提供最优渥的成长环境，而寄养家庭至少能让玛丽留在本地，总好过被外婆带到不远万里的波士顿。可眼看着宣判在即，弗兰克只能赶快为玛丽寻找了一个条件相当的寄养家庭。为了这无奈的曲线救国，弗兰克忍痛将玛丽送走。可小小的玛丽又怎会懂得弗兰克的良苦用心？她只知道抚养自己多年的舅舅，给了她全部父爱的舅舅，竟突然抛弃了她。她对弗兰克歇斯底里地发着脾气。I want to stay with you. Frank, you promised me. Don't do this. Please, Frank. Why you leave? Come on. 可弗兰克的内心又何尝不曾痛苦呢？ Frank! Frank! Don't leave me! No! Frank! 失去了玛丽的弗兰克也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直到这天，他带着新玩具去探望玛丽，却被户主拦在了门外。户主以玛丽仍在生气为由，拒绝了他与玛丽的见面。 That's not a good idea. Your visit here is the reason for the meltdown. 弗兰克只能放下礼物，黯然离开。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玛丽正独自承受着成长的痛苦。直到这天，邦尼在图书馆意外看到了一张橘猫的领养广告。由于玛丽曾经把这只猫咪带去过学校，于是邦尼拍下了广告，发给了弗兰克。收到信息的那一刻，弗兰克立刻冲向宠物收容所。千钧一发之际，他救下了即将被安乐死的猫咪。而在得知是一位对猫毛过敏的女人将猫咪送到这里之后，弗兰克如梦初醒。于是他立即准备妥当，与邻居大姐一同冲往寄养家庭。果然，外婆早已在悄悄地培养玛丽。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弗兰克将一本神秘的笔记递给了外婆，可就当他走向玛丽时，玛丽却转身跑开了。弗兰克追了上去，尽管玛丽歇斯底里地挣扎着，弗兰克却依然紧紧地抱着她。Stop. Stop. I'm sorry. I made a mistake. I'm so sorry. You promised me. I know. I know. I'm sorry. You said you would save me. I made a mistake. I'm sorry. It was so sad. I missed you. I missed you too. They took Red. No, it's okay. I got him. He's home. What? He's at the apartment right now. I got him. Why did you leave me there?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bad for you. And then it dawned on me. If Mary is this amazing, smart, sweet human being, then I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right.
二人终于解除隔阂，紧紧相拥。而另一边的外婆在翻开笔记本后，也彻底的震惊，那是女儿对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研究成果。她不敢相信，女儿竟然解出了难题，为何没有发表？面对失控的外婆，弗兰克说出了残酷的真相。Diane instructed me very clearly that I was only to publish it post-mortem. She died 6 years ago. 原来戴安说的死后发表，指的是当母亲去世之后。巨大的震撼席卷了伊芙琳，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执念竟给女儿带来如此惨重的伤害。如今，弗兰克不惜违背姐姐的遗愿，也只是求外婆放过玛丽而已。但沉迷学术的伊芙琳似乎仍迷失在执念之中，只见她颤抖着拨通了麻省理工的电话，意图发表成果。然而，在等待接通的那一刻，她突然发现女儿的演算纸上那一片片干涸的泪痕，她情绪彻底崩溃，失声痛哭。在那一刻，她或许早已分不清这毕生的执念究竟是自己的梦想，还是强加给女儿的沉重枷锁。但头顶的王冠早已成了伊芙琳无法摘下的骄傲。擦干眼泪后，伊芙琳还是接通了电话。而另一边的玛丽虽然来到了天才学校，却依然享受着如普通孩子般无忧无虑的童年。望着她脸上重新绽放的天真，弗兰克终于如释重负，而影片也就此走向了尾声。其实，在这个处处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听过了太多关于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论调。家长们也都像伊芙琳一样，将自己的梦想、遗憾甚至焦虑通通投射在了孩子的身上。可孩子不是父母的续集，更不是完成梦想的载体。所谓的成功，也不该只有一个定义。比起被写进教科书，在夕阳下快乐的奔跑，同样也是伟大的成功。或许让花成为花，让树成为树，才是教育最高级的温柔。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个年仅10岁的小演员麦肯纳·格瑞斯的身上吧。如果说玛丽是数学界的天才，那么现实中的麦肯纳一定是演艺圈的神话。年仅10岁的她，竟能轻松自如地接住美国队长的所有戏份。童星出道的她，甚至被誉为好莱坞御用女主角童年收割机。从坏种里让人脊背发凉的暗黑萝莉，到好莱坞最年轻的制片人，甚至跨界成为创作型歌手，她也是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撕掉童星的标签。她也依然是聚光灯下最耀眼的存在。她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复刻的传奇，这也许才是这部影片向我们传达的终极意义。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最后，愿你们都能拥有辉煌灿烂的人生，愿你们天天开心，没有烦恼。我们下期再见，拜拜。